蓝忘机抬起头，看到魏无羡立于天地之间，眼中哪有什么战争，哪有什么温若寒，他看着自己，似乎眼中只有自己，给他一个错觉，好像二人是情投意合的。云间轰鸣愈演愈烈，下一次雷击迫在眉睫。蓝忘机笑了，这个笑容淹没于漫天尘埃中，无人看见。他在巨坑底部调整了坐姿，深吸一口气，默念清心诀，被一道雷劫淬炼过的肉身脆弱却强韧，灵力汹涌，奔走于经脉之间。数十年景行寒光伏得身后，怀揣着明知不可但仍万分向往的希冀，蓝忘机周身散发出一层清晰可见的灵力之壁。嘈杂之声再次退去，世界一片寂静，唯有魏无羡声声呼唤，眼前仿佛点亮了走马灯。蓝忘机看到年幼的自己在寂寞中执着地等待母亲，等待一扇再也不会开的门，等待一个再也回不来的人。大概是已经经历过最绝望的绝望与最孤独的孤独，此刻的蓝忘机仿佛一个看客，瞧着自己从一个奶团子逐渐变得沉默，直到界边加深，却只等来心上人身陨的噩耗。他终于走上去，走到那个骨瘦形消的魏王人身前，真心说道：会有好结果的。年轻的蓝忘机抬起头，面庞瘦得脱了形，眼前灰蒙蒙一层翳。蓝忘机感受到身体的疼痛，是雷劫，一下一下穿胸而过，灵力筑起的墙壁到底不敌天道。他原地晃了晃，却并未倒下。他重重地喘了口气，继续对年轻的自己说：虽然不会事事如意，但是这世间总还是太平。你等的人会回来，会再次拿起剑，会修为精进，无人再可凌辱于他。他也还是有些在乎你的，如此足矣。雷鸣叠着雷鸣，此境摇摇欲坠。年轻的他眨眨眼，总算挥开了沉重的阴霾，对他说：可我上觉不够。蓝忘机笑着摇摇头，心道过去的自己到底不知餍足，竟还想要更多。然后年轻的他又问：你为什么还待在这里？你不想回去陪他吗？蓝忘机正色道：大敌当前，我自义不容辞。无论是为了魏婴，还是为了天下，我都会回去。年轻的他点点头：不错，那你快些走，莫叫人等急了。话音刚落，蓝忘机上来不及再说什么，便听到刀剑铿锵，是魏无羡在奋力拼杀，声音愤慨，怒道：小人趁人渡劫，想要坐收渔翁之利，枉为一代枭雄。温若寒嚣张地大笑道：什么道义，什么人伦，狗屁不是，当断不断，反受其乱，既是天赐良机，我又何乐不为。蓝忘机睁开眼睛，肉体承受着逼人发疯的细腻疼痛，仿佛每一寸肌理骨骼都被揉碎了，重新拼凑。鲜血滴了满地，他惊觉自己已是七窍流血，努力撑开双臂想要站起来，却看见自己焦黑的皮肤与外露的白骨。可伴随着疼痛的是前所未有的充盈的子府，雷劫既是生死门，亦是天道厚爱，天地间灵气化作闪电，淬炼他的奇经八脉。姑苏蓝氏的寒光君本就修为雄厚，一颗金丹浑圆无瑕，而今碎了，在子府中心生了一个嘤嘤笑着的孩儿。蓝忘机重新拿起了剑。魏无羡虽然认为蓝忘机肯定撑得过去，但在这个当口忽然天降雷劫，实在不是一件好事。是非善恶天道自有判断，温若寒罪不容诛，蓝忘机又越境界强打，功德再上一台阶，竟叫这雷劫冷不丁的发生了。原本是3打1的场面，蓝氏双臂2位金丹大圆满，加上他一个元婴，打一个境界稳固但修为大跌的温若寒，不能说是10拿9稳，好歹也不会真的落败。但这莫名而来的雷劫让一切都乱了。先是蓝忘机毫无征兆被击落，然后在众人尚未反应过来之时，温若寒抓住破绽，偷袭了关心则乱的蓝曦臣。现今蓝氏双臂，一个在坑里等着继续被雷劈，一个受了重伤，被蓝氏子弟紧急救出了战场，剩余的大部队由江城指挥联军对付，而温若寒则只能交给他了。魏无羡扬起一个极为嚣张的笑容，对温若寒道：你已穷途末路，还不束手就擒？温若寒自然不会被魏无羡的虚张声势吓到，大笑几声，提剑上前。两人斗在一处，灵气相撞，地动山摇。魏无羡曾经极爱舞剑，随便也确实是剑中极品，但奈何数十年不曾练剑，
魏无羡很快便意识到，他并不能在剑术方面占得半分便宜。温若寒剑术极为霸道，其佩剑剑天亦不负其名，有开天辟地之势，凌厉剑气融于一处，威力惊人，配上温家剑法大开大合，排山倒海，不过数百回合便完全压制魏无羡，取得了上风。魏无羡的符篆与音律远在对方之上，若火力全开，未必不能拼个5-5开。可他知道破局之法，温若寒一知，剑天如有灵性一般如影随形，不放魏无羡离开温若寒3丈，硬是要逼他比试剑法。而此情此景之下，并无人能够帮他拖住温若寒。魏无羡想起射日之争之时，自己从不打进深战，那时战况紧张，他却从不担心无人帮他周旋，正是因为有江家弟子以及蓝忘机时时在侧。可现今江城无暇顾及，蓝忘机更是正在渡劫，他一咬牙，准备拼个重伤，也要暂时脱离这场剑术比拼。正要牺牲自己左臂换一个脱身，可忽然一道熟悉的剑意倏地由下自上劈来，裹挟全军不当之气势，硬生生将温若寒逼退了。两人均错愕，魏无羡无暇探查是谁出手，面上却不由自主扬起清爽笑意，急速后退数十丈，掏出了陈情。一道焦黑的身影拖着上能看出颜色的残破衣物跃上半空，铮，又是一声剑刃交锋，那人代替魏无羡接住了温若寒的剑。而后睽违整整14年，陈情笛声终于又响起了。历来修行，剑月2道为尊，仙门凡间皆是如此。习剑则强身健体，习月则玉树临风，所谓内外兼修便是如此。然而仙门多上武力，比起极看天赋又培养成本极高的音律，自然是剑道流行的多，是以100年来天下间剑道高手遍地，而音律高手则非豪门世家不可得。若说大能，则几乎悉数出自姑苏蓝氏，讲究高山仰止，仙风道骨。可现今正流淌于不夜天之上的笛声却是截然不同的。笛声依约芦花里，百鸟成行忽惊起。那是江湖自在，是笑傲风月，是无拘无束，是放浪不羁，是被一切抛弃并抛弃一切之后的波澜不惊，是千帆过尽仍天真的游刃有余。这就是传说中的夷陵老祖，这就是传说中的鬼笛陈情。人们想着夷陵老祖的笛声应当是暴虐而霸道的，可如今只闻清泉袅袅，如仙乐降世，舍去了世家一贯气势恢宏却形式大于意义的一切外在，竟令一切厮杀都暂停了。唯有清风明月吹散战场阴霾，活着的死了的都在这一刻聆听妙音。精灵抱着穗华终于找到了蓝思追与蓝景怡，3人皆是第一回听到陈情，一时陶醉，复又惶恐。虽与魏无羡相处数月甚是信任，但实在是有前车之鉴，不得不胆战心惊，怕是会有不祥之物映照前来，到时候又是人间炼狱。战场的凶师们先前由薛洋操控，之后凶师们成了无主邪物，见谁杀谁，而今像是突然找着了主心骨，万千侍者们僵直在原地，随即缓缓转过身，呆滞地仰着头，朝着那笛声传来的方向仰望。有天光乍破穿透厚重云层，天雷已经散去了，有高人漂浮于半空，金光点点勾勒出圣洁的模样。那些被迫前来人世再走一遭的逝者们在光芒中逐渐消散，重归大地。而受温若寒阵法制约的金家修士们在笛声中逐渐清明，脚下这片土地隐藏着太多门道，而那禁锢在乐声中瓦解。今年的野心破碎了，只留下不明所以的金星雪浪袍们面面相觑，不知今夕何夕。原本鬼道便不仅仅为鬼道而已。那年魏无羡谈笑道，灵气也是气，怨气也是气，却非胡言乱语。另辟蹊径，殊途同归，天地万物有灵，皆可炼化为己用。鬼道修者淬炼元神，有灵者皆可归其麾下。而魏无羡已经迈过了那道曾经困住他的坎儿。蓝忘机笑了，那是一个真正的笑，欣慰与自豪，惊艳与爱慕。剑心即到心，碧尘周身裹着无比强大的真气，伤痕累累的肉身却觉得前所未有的轻盈，子府中充斥着最纯粹的灵气，刚刚破丹而出的元婴稚嫩却强大。他提剑而起，碧尘自上而下劈来，恍若盘古开天辟地，要砍出一个新天地来。一切不过都是瞬息之间，不过就在刚刚，
见到生疏的魏无羡即将败在境界稳固的温若寒之手。不过就在刚刚，金家万名傀儡在战场上略占上风。只要温若寒在蓝忘机成功渡劫之前将其击杀，他的计划仍旧顺利。而不过就是一个疏忽，便让魏无羡吹响陈情，以一己之力破温若寒数十年的阵法。碧晨割开身体时，温若寒并未感觉到痛，毕竟不是自己的肉身。恍惚间，他看到许多人仇恨的脸，看到金光瑶小人得志的笑，看到不夜天破碎的大地，看到阳光破开云层照耀的天地明朗。温若寒在碧晨剑意下五内俱损，血液爆开来像是血雾，他缓缓坠落，知晓蓝忘机下手颇狠，这一剑空前绝后，他将再没有将来。即便如此，他也不能就这样白白丧了命。一代枭雄最后在半空中捏了个诀，身体在风中摇曳，他猛地冲向地面，冲向一个人。金灵瞪大眼睛，瞧着温若寒以金光瑶的面貌杀气腾腾而来。那人浑身浴血，显然是最后一击，殊不知自己竟有如此大的魅力，能叫这位大人物最后带着自己一起上路。碎华剧烈晃动着，电光火石之间，两个蓝氏小辈死命拖着他往旁边躲避。温若寒那把震骨烁筋的仙剑剑天，最终还是刺入了一人的骨血，却是聂怀桑。一直躲在金陵身后的，在这战场上始终不见剑术的聂怀桑。这位聂氏宗主瞪着眼睛，不知怎么的就到了这个地步，双眼中还留着一问三不知的茫然，尚未来得及说一个字，便在温若寒最后的霸道与杀意中被毁灭了肉身与元神。脚下的阵法开始溃败，千百年传承积淀的不夜天走过了射日之争，走过了阴虎伏杀戮，最终在末代宗主的阴谋之下，终于烟消云散。昔日仙境在轰鸣中塌陷，无论姓甚名谁，隶属哪家，都拼了命地往外跑。此情此景，保全自己已是难得。什么家族同袍情谊，再如何冠冕堂皇，都在大灾大难之前湮灭了。魏无羡飞到蓝忘机身边，感受着胸膛中那颗剧烈跳动的心脏，在幻境中看到的过往再次浮现于眼前。他试探着抓住蓝忘机的手，见对方稍稍蜷起了手指，他低着头羞赧地笑了笑，然后咧开嘴问：韩光俊，你不跟着泽无君走吗？不是心怀天下吗？蓝忘机说：仙门并非天下，修士亦非苍生。雷云散去，阳光明媚，照亮了从来阴沉的不夜天。远方山高天青，有鸟成双成对飞过，从此缱绻不离不弃。他们二人成长于仙门，桎梏于仙门，曾以为的匡扶天下，殊不知万亿人并不为那些许修为而活。仙门世家兴盛以来已数百年，而今破败如此，是时候改朝换代了。从此以后，在无仙门盛世，一切回归本真。也许修仙的一切都会在时间长河中逐渐化为传说，元婴又如何，化神又如何，真的飞升了又如何？沧海一粟罢了，但那都不是他们的事情了。未来会如何呢？蓝忘机直视着前方。我不知道，但是……魏无羡眼神闪了闪，有些心虚又十分笃定地侧过头瞧着蓝忘机，然后像是下定了决心一般，张开双臂拥住了他。蓝忘机僵住了。风而清，月而明，无边之物有了形状，无情之物有了心。所谓一念之差，如若当时，那么现在，那究竟要多少个如若，才能走到一个梦寐以求的现在？那怀抱是真实的，是温暖的，两颗心脏试探着跳动着，不知是谁在站立。孤独啊孤独，在无边无际的云梦泽，在寂静威严的云深不知处，两个相似的灵魂都困囿于家族桎梏，欲寻找世间之法，然后便是相遇了。